我说了，我没验过货，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您就跟我说您什么时候发现包裹丢了的，行吗？我那天取完件之后，就去边上的另一家取快递，我就把这个包裹放在台阶上了。我走的时候忘拿了，回去找的时候这包裹就不见了。这法院判决书上也说了，我不承担责任，我就是一快递员。您说里面是个裘皮大衣，值好几万，你就是把我卖了，我也赔不起呀。您别紧张嘛，我就是过来跟您了解一下情况。再说了，人家告的也不是您啊，是公司啊。那公司让我赔怎么办？你赔啊？单子上有提示，凡是价值超过500元的，都建议保价。您看，这是他自己没有保价。您看啊，我们都知道这条呢只是建议性条款，快递公司不能因为这一条款就免除了因为丢失快递而产生的赔偿责任。其实我们是严重怀疑快递员和客户之间恶意串通。客户要寄个包裹，说是裘皮大衣，快递员上门取货，然后就把东西给整丢了，既没有验货，也没有保价，然后他们说多少钱，我们就得赔多少钱。您觉得这样合理吗？但是你们的单子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的确是裘皮大衣，而且客户他也提供了这件大衣的原始发票啊。您就别白费口舌，咱们还是法院见。法院判多少钱，我们就赔您多少钱。不过根据邮政法，这一审我们最多赔付您邮资的3倍。这邮资呢是15元，所以我们最多赔40元。根据咱们律所的新规定啊，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啊，我们要过会讨论一下。那么今天呢，就请黛西来讲述一下快递丢失案。我们呢是原告，一审判决呢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已经提出了上诉，但是对方呢没有任何和解的意愿。下面呢，不好意思，喂，黛西来给大家讲一讲。好，我知道了。但是快递公司并不是邮政企业，邮政企业指的是为社会提供邮政服务的公用企业，而快递公司呢，它是暂属于我国邮政管理部门代管的民营企业。我同意黛西说的，快递公司的邮件属于快件，所以这个案子的赔偿依据应适用于民事法律规定。不好意思，这是一个客户的电话。处理接。好。以后咱们定一个规矩啊，别总是开会的时候这个手机此起彼伏的响，好不好？对不起，医院刚打来电话，林佳颖割腕了。你们继续。佳颖姐啊，您别想不开啊。这是我的名片。以后如果再有人找你麻烦，你就跟他们说，请跟我的律师去谈。石头床家属去交一下费吧。能缓缓吗？这样我去，在哪儿交费？1楼收费处，我带您过去。佳颖姐，怎么样啊？还疼吗？你们都是好人，我本来都已经绝望了。您千万不要绝望，你要帮我呀！我知道之前是我对不起你们，我也很内疚的。这次我可以写个字据，只要能帮我把房子保住，我一定会想办法把所有的律师费都给你们，包括上一次的。我们一定会尽力的，您放心。别再干傻事儿了啊！他没有子女吗？医院为什么联系你不联系他的孩子呢？他的孩子都在国外呢，正往这儿飞。
佳音姐让我跟您说，等她回头有钱了，就把您店的住院费什么的还给你。没关系，他还不上的话，我从你工资里扣。他没有其他亲人了吗？她跟前夫闹离婚的时候都闹成仇人了。不过她有一个哥哥，可是也不怎么联系了。所以这种人啊，特别容易被当成猪，还是大肥猪。什么意思啊？诈骗算犯罪，但是骗感情就很难说。那如果通过欺骗感情而实施钱财诈骗呢？关键是你怎么证明这样一段感情算欺骗，或者是一段正常的寿终正寝呢？比如说，穷书生进京赶考，遇到后花园赠金小姐，后来呢，这个男人中了状元却不认小姐了，这个男人犯罪了吗？那他最起码也应该把钱还给小姐吧？那如果这个男人既没有中状元，也不爱小姐了，怎么办呢？那就只能认了呗，就当做是投资失败了。所以，坏人学了法律，或者说经过专业人士的指导，就可以设计出一套完美规避犯罪的赠金剧本。只要按照剧本演，就很难定他们的罪。所以您的意思是，他们把自己装成了穷书生，各种各样、各种类型的穷书生奔赴在各种中状元的路上，然后专门邂逅那些特别缺爱的后花园小姐，把缺爱的后花园小姐当作猪，把建立感情关系叫养猪，有专门的养猪指南，还有专业的猪饲料。专业的猪饲料。对啊，怎么认识，怎么搭讪，怎么聊天，什么时候表白，怎么表白，这就叫猪饲料。然后把你喂肥了，杀猪，杀你个片甲不留，倾家荡产。对，我就觉得佳音姐她遇到这事儿吧，特别的套路。你说，她怎么就莫名其妙遇到一个阿星？怎么就莫名其妙在阿星的鼓舞之下就签了一个什么担保协议？行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先让你那个佳音姐把委托代理合同签了，具体的细节以后再告诉我吧。那个代理费呢？走法律援助吧。谢谢您。是我谢谢您，是您给我积福了，给我积德了。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接林家映？让法律的羽翼温暖每一颗渴望正义的心。是您一直跟我说，律师应该多做公益，要多帮助弱势群体吗？律师是职业，法律咨询只是工作，是工作就要有报酬，成就感绝大部分来自于一个人收入了多少。这话也是你说的吧？是我说的。可是我现在觉悟提高了呀。为什么你的觉悟突然就高了呢？因为您领导有方，诲人不倦啊！别给我嬉皮笑脸的，我发自肺腑。我没在给你开玩笑，我也是认真的。你知道吧？现在有些黑恶势力也有律师。律师如果参与到黑恶势力里面，那么他们就应该被剔除出律师队伍。那你再告诉我，劣币驱逐良币是怎么回事？奸钱日繁，挣钱日亡。奸钱驱逐正钱是非常残酷的，所以才需要有人挺身而出。挺身而出的成本有多高？你计算过吗？我不知道怎么计算正义的成本。